你知道吗？其实在我们父母的年代爆发了如同现在的失业潮，甚至那年的春晚小品上还喊出了这样的口号：工人要替国家想，我不下岗谁下岗？1998年几位刚失去长江渡口铁饭碗的女工正对着自己的领导破口大骂。他们把领导团团围住，说什么都不让他走。在这股失业浪潮下，他们被迫下岗，甚至没有拿到赔偿，连一些退休老员工的养老金也被停放。面对明天的柴米油盐，不知去往何处寻找。有人围追堵截着领导讨要一个说法，更有甚者用砖头打碎了公司窗户，面临着刑事处罚。但也有人在这场失业潮中看到了商机，同样是下岗工人老和神神秘秘地出现在了领导办公室。今天交给你了。这个笑脸盈盈的男人赌上全身家当做了一件大事。在90年代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，贺国平承包下之前上班的渡口，自己做起了老板。他难掩心中喜悦，这是他一生的高光时刻，或许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飞黄腾达。领导让他小心那些闹事的下岗员工，他却满不在乎。刚签完承包合同，就转身一个个的找到他们，并拍着胸口保证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就不会拖欠工资。一切打点好后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，贺国平转身成为了这个渡口小老板。他把一家老小都接到了船上住，从此也开启了一场20年的纪录片拍摄。刚开始的2年，他干劲十足，搭设跳板，管理账目。老贺意气风发，他手握船舵，亲手掌控着自己的方向盘，往返于长江两岸。他相信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一定能让一家老小过上优越的生活，哪怕别人在他的甲板上泼大粪砸窗户。自从老贺承包后，类似事件层出不穷，但他也只是笑笑不在乎，因为轮渡的生意还不错，每天摆渡的客人络绎不绝。虽然生活重复又单调，就连洗澡都只能在浑浊的江水里对付，但生活总是充满了希望。1999年，儿子何焕已经上小学，国内也发生了巨大的洪水，老贺的生意受到了重创。因为自然灾害的影响，老贺今年赚到的钱都不够发工资，做轮渡的人越来越少，但领导却上门催起了今年的承包费。讽刺的是，去年他被下岗员工围堵找他要下岗补偿，如今角色互换，领导也把老贺也堵在了家里，要起了承包费。他一口一个要老贺懂法，老贺却耍起了无赖。发不发？我现在没搞那么细，我瞧好不细，我其他的我管你什么发不发，我不要发，不要发不行，我不要懂发，一定要懂发。2000年，经济开始复苏，各行各业开始蓬勃发展。给大家听一段很有意思电影行业的营销活动。又出了一只羊，又出了一只羊，它的奖品是5块钱，说的是行一个，骑马上对讲，希望你们抓住机会，不要错过机会。刚才有东阳县龙庄镇大桥开发区的王培群同志，他拿了5张奖券，他就做了一台大彩电。但经济的复苏同样也影响到了老贺，他的渡口被更大的老板拍卖买下，一夜之间老贺从老板变成了阶下囚。去年拖欠领导的承包费一直没有偿还，老贺成为最早的一批老赖，法院限制了他的出行，生活的重担一下落在了妻子身上。他在外开启了出租，老贺2年的发财梦也醒了，还没有住上小洋房，还灰溜溜地搬到废弃的工厂区，这被当地人戏谑地称为贫民窟。必经的小路上常常积水，连捡垃圾的都十分嫌弃。原本意气风发的老贺一夜之间变得萎靡，他的战场也从激流的长江变成了眼前的3尺灶台。2001年，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的老贺也再度回到了以前的渡口，在资本的介入下，老旧的渡口变得现代化了。老贺的身份也从老板转换成了一名清洁工，但他不卑不亢，他总是第一个到达这个渡口，拿着拖把默默地把整个渡口整理得干干净净。而他的意气风发也只有在下班后的牌桌上看到，他拿着扑克神情，好像重回到以前叱咤风云的和老板，气场笼罩着整个牌桌，把牌桌敲得梆梆作响，把一旁的岳父都看得目瞪口呆。但好笑的是，牌局一结束，刚刚还怒拔剑张的气氛1秒切换，霍国平笑嘻嘻地恢复了家庭主妇的模样。他和妻子一边做饭一边闲聊，细细的阳光晒在了屁颠屁颠的小狗身上，不一会香气弥漫了整个小屋。2002年，小镇上开了第一家肯德基，随之而来的便是超市、商场、饭店，各种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。老贺浑然不知，依旧过着买菜做饭的生活，但悄悄发生变化的物价、房价正在无声地告诉他，时代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。5点不到，老贺便用一大盆净水冰好了啤酒，做好了一大桌晚饭。他只有在自己知心好友面前，才会说出几句真心话。作为男人的话，在家里向两个人的任务，并且我不许一般的有点文化的。2003年，小镇很多地方都架起了高高的高塔，唯独老贺住的旧厂区像一座被遗弃的孤岛。
儿子何欢已经上了初中，但老何能支持的就只能有一顿午饭。他已经厌烦了日复一日围着的灶台。我现在就主要想出去，挣不到钱，他妈喝水子。其实你觉得我现在还正常的很。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心理病态那个样的。但是对待做饭还是一如既往的认真。2004年，老何接受了灶台，也接受了自己，甚至是不是还当上了孩子王。当地的孩子时常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就连邻里间的纠纷也由他摆平。儿子也开始暴露出自己的本性，3天2头的打架，逃课让老何头疼不已。2005年，一大家的亲戚聚集在这个小小的屋里，老何也是拿出了自己这么多年苦练的本领，一大桌子香味俱全的年夜菜摆满了桌子，亲戚们在饭桌上对这桌好菜夸赞不已。老何也拿着大碗喝着酒，大家都认为贺国平已经对往事完全释怀。但在年后，亲戚们纷纷回家上班，他才露出一丝意难平的神态。2006年，老何的岳父生病住院，久卧不起，老何离开重义，把岳父带回了家，每一件事都是亲力亲为。他的儿子也进入了叛逆期，在花式不到几句话的功夫，就把同桌的网名改成了情侣名，每天不是逃课就是上网。老何已经对他彻底失望，甚至在孩子出去上网后，为了和孩子的关系搞好，对他的行为默认看不见。我们反正是107万没的，我们现在跑到文巴里都不敢做声了，还要钱嘛的，还要装一个父亲的样子，你都不黑。你搞这个你得干嘛？2007年，久病出孝子，老何对岳父的事依旧亲力亲为，洗衣拖地照顾生活起居。岳父想吃烧饼，他也全心全意的对待。在灶台前他没有厌恶，只有对生活的认真。岳父牙口不好，就尽量把烧饼做得薄薄的，连外人看在眼里都得对他称赞。2008年，岳父去世，在葬礼上老何并没有太多伤心的神情，因为财产分割的问题，小舅子在葬礼上破口大骂。我也不会要你，今天我老爸死了，我给他烧哪去？但老何依旧平静不争不抢，只讲究一个问心无愧。他自认自己对待岳父是尽心尽力了，他的态度也让亲戚们纷纷给他敬酒，感谢这么多年他对老人的照顾。儿子在今年也有新的想法，他通过互联网认识了一位上海的大哥，想去上海抱大腿。母亲极力反对，老何却出人意料的同意了。他认为与其在家里混来混去，不如出门见见世面。母亲却担心儿子的安危，不让他出远门。夫妻俩少见的出现了争执，夫妻2人最后决定把孩子送去参军，想让孩子在部队里有所改变。临行后，母亲在回家的路上，母亲的担心和离别变成了一声声抽噎。2009年，在部队的何欢还算老实，规规矩矩，只是一回到老家探亲就原形毕露，在网吧里不一会又搞起了网恋。闺女同时搞好几个啊，那个小意思。而在家里，父母们吃着饭却为孩子的前途操心，讨论着要不要给领导送礼，让他们照顾下自己的儿子。2011年，老何生了一场大病，身体一下就消瘦下去了，但他心态很好，在牌桌上依旧杀伐果断。2012年，老何因病去世了，儿子抱着走在最前方，妻子痛哭流涕。那个天天给他做饭，在灶台前心有不甘的男人走了，那个在江水里翻腾意气风发的汉子真的再也回不来了。他无法接受现实，哭得肝肠寸断。这一年，何欢22岁，他刚从部队退伍，一脸迷茫。1999年5月，企业改组，他举动要求一层高度，带领政府职工热心服务社会，受到了群众的好评。主持人说到这里就戛然而止，好像余下的20年主夫生活不足一提。这20年他从未对妻子红过脸，对老人也是问心无愧。对于儿子，虽说没有教育成为大才，但他努力的去和孩子靠拢。他认真的对待生活的灶台，也在江河中翻腾过，只是失败了。这个渺小又伟大的人在导演的镜头前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他不想干去，他叫我把骨灰撒到家里。他的遗愿是把自己骨灰撒向长江。上一次他和长江搏斗输得彻底，这一次他想再次回到长江里翻腾。老何走后，何欢待也在家，母亲托关系给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，他选择早早的任命。只是在他眼里，这个世道有了一些变化。军队安全的早餐呢，现在我缺安全的供餐呢。2014年，老厂区被拆了，只有老何养的狗静静地等待着它主人的归来。纪录片结束了，如今智能 AI 的到来，武汉市萝卜快跑无人驾驶的网约车与出租车抢生意，惹来了很多人的非议。有的人说 AI 科技应该是帮助人们去做一些高危险的事情，或者是一些比较脏累的工作，比如救灾、拍报、航天探月、挖矿、通下水道等，进而保证人们生命的安全，而不是用来抢底层人、普通人、服务行业的饭碗，让底层人无法生存。也有人说，当 AI 技术替代了普通人的工作，那么将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，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大的人来说，让他们重新学习一项技能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对于很多家庭，
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，他们不仅要面临失业的风险，还会影响到家庭的夫妻、亲子关系，进而会导致更多的家庭妻离子散。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无人驾驶的网约车遭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反感，尤其是开出租车的人或者家里有从事出租行业的人，他们更是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或者收入可能无法保障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非常看好 AI 无人驾驶，因为当有了无人驾驶的网约车，他们就不必纠结于在午夜过后打不了车的苦恼。历史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，汽车取代了马车，自动驾驶取代司机也是必然的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但劳动力解放后的阵痛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，也必须要解决的事情。不要让时代的一个浪潮下藏着的全是一个个家庭的血与泪。真的是太可怕了！新一轮的下岗潮来了，这3大行业成了失业的重灾区，而且速度非常快，让好多人都措手不及。赶紧看看其中有没有你，相信至少有90%以上的人还不知道。我刚听说的时候也是有点懵，因为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。尤其是第3个，无论你工作经验有多丰富，学历有多高，也不管你是00后的小年轻，还是80、90后的中年人，可以说你几乎都逃不掉。就比如说我们家对门的孙大哥，人家怎么样，已经干到公司副总了，还不是一样下岗了。后来我一问才知道，原来他就在第3个行业。难道这个行业真的要被淘汰了吗？经过3年疫情的艰难时刻，大家以为生活步入了正轨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但是理想有多丰满，现实就有多残酷。大家不仅没有看到好的经济变化，反而是觉得越来越难了。老百姓最深的感受就是钱越来越难赚了。钱难赚了，大家自然要捂紧自己的钱包。你看现在逛街的人明显少了，那些品牌店再怎么打折也没什么人光顾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是有3、4年都没逛过街了。还有我周围的一些小姐妹变化也特别明显。原来那都是必须穿名牌衣服的，可是最近我发现她们也开始在拼多多上买衣服了。而且现在出门旅游的人也少了，要么就是宅在家里，如果要出去玩基本也都是穷游。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很多让人意料之外的事情，而这每一件事情都和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。大家发现了吗？现在出现了一些无人超市，都是自行扫码付款，根本不需要收银员。还有公交车也是无人售票，还有很多银行已经撤掉了很多网点。俗话说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接下来这3个行业将会更难，有可能成为失业的重灾区。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，咱们早知道早做打算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教师行业。早些年教师这个行业可是很多人向往的行业，因为这个行业真的是钱多事儿少离家近，而且每年还有寒暑假，最关键的是还特别受人尊重。可是现在很多事情都在发生着变化，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了，很多年轻人都不想结婚，即使结了婚的人也不打算要孩子。虽然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在鼓励生育，但是目前看收效甚微，新生儿出生人数还在下降。孩子少了，很多幼儿园因为招不到生也关门了，所以很自然的一部分教师也将面临着下岗。第二个就是快递员和外卖小哥。说实话快递员和外卖小哥真的很辛苦，冬天不管多冷，夏天不管多热，他们都一直在外面跑。尤其是当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反而更忙碌。尤其是有的时候看到外卖小哥为了使订单不超时都是跑着去送单。曾经还有很多白领开玩笑说，自己万一哪天失业了，大不了就去送快递送外卖。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现在一些1线大城市已经悄然出现了无人机配送服务，可以大大提高配送效率，减少人力成本。如果这项服务慢慢普及，将来可能会有大批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也将面临下岗。第3个就是传统的媒体行业。以前我们都是通过报纸去了解各种新闻，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还有订报纸的习惯。再后来家家有电视了，就开始通过电视纵览天下事儿。现在又到了新媒体时代，大家都开始通过手机看直播、看短视频了解各种信息。现在家家户户的电视基本都快成了摆设，看报纸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。所以那些传统媒体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将不可避免地面对降薪裁员。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，我们与其迷茫焦虑，不如去积极应对。咱们还是要积极学习新的技能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，去适应社会的变化。除了以上这3个行业，您觉得未来还有哪些行业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
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